总有人想让我们发对象，如何跨过脱单中的困难的实操手册，很牛，建议收藏。其实在我看来，你只要会刷手机，你就有找到对象的能力。真的，你想想，我当时从地质本科毕业，就是爱上我，后来进了 Papi 的团队，负责他那套中老年表情包，你还记得吗？里面那只手就是我的。哦，对，对，就是这个胖手。这中间对我来说，单身就是常态啊。我从毕业到认识小钟，这有5年时间，5年时间不能让你变好，学医都能拿到证了。接受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失败才是生活的常态。那就要上干货啦，我们记得先点关注，再往下看哦。第一步认识到了一个女生，不管是偶然看见，还是有一些机缘巧合，完全不认识对方。这个时候有哪些行为是有助脱单的呢？之前网上有个调查，说的是在所有告白成功的案例里面，认识2个月以上这个特质占了90%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人还是需要有一个接触的过程，至少是接触过了之后，才比较有可能谈成恋爱。那或多或少也有1-2个总有点兴趣的吧，0是不可能的。日常跟他们接触一下，哪怕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不要丧失了你跟异性交流的那个能力。胡扯也算是一种能力啊。网上有个视频，那些给男生加分的特质，第一个就是呢 ，First off, do not trust any guy whose sense of self is built off of what other men think of him. 什么叫自我意识是建立在别人看法之上的男人？其实刷朋友圈你就可以略知一二。我知道了。就你看他朋友圈，几乎都是转发各种公众号文章，然后上面的那句话呢，就是公众号里面的某一个观点。那这种人就是自我意识建立在他人意识上面的一种情况。对，甚至最夸张的是他转发之后连文案都没有，就是他完全就只是这篇文章就是我的想法，我转给你们看，这种感觉。所有都是啊，就是他朋友圈里面没有关于自己的任何观点表达，他就是误把别人的主见当成自己的思考。如果你跟他深接触之后，你就发现他的想法很容易被各种事情影响。对，看一眼对方的朋友圈，不用着急，很快的进入到聊天热络的过程，哪怕对方在你朋友圈静静躺着，你们的舒适度是会增加的。对，第二个 It might sound a little weird, but the most trustworthy men you will ever meet are men that are scared to talk to you. 这个就很对呀，很自然很可爱的反应啊。这个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有那个害羞啊、磕巴呀，就是因为他在乎你，他才会想着啊，我下一句要怎么回才会引起他的注意，才会让他觉得我很可爱、很有趣。对，其实，在传统的观念里边，我们会觉得说话特别高谈阔论、出口成章，这样的人他非常有学识。在真实的社交场合里边，能这样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是他已经烂熟于心的一些东西，他并不是当下在跟你讨论。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是什么吗？他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他不在乎你的感受，所以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览听懂掌声。反而是那些紧张的人，他会小心的揣度每一个用词在你身上的感受和反应。对，我当时紧张吗？紧张，那会儿还挠头呢。后面还有2个我们觉得非常有效的，一个是对于小型动物的看法，一个是像小狗狗，还有一个是试着问男生一些很愚蠢的问题，看看他回答你的方式是不是耐心，是不是温柔。给王者荣耀是什么呀？现在不是互联网上有一句话吗？夸一个男人最高的等级是你居然是一个男的。就其实所有人都知道，男性和女性本来就是生理和思维都是完全不同的2种生物。对，所以当一个男生如果按照一个传统的男生思维去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肯定是会产生摩擦，引起反感。比如说男生特别有好胜心，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但是如果在生活里边所有事都有好胜心，那你一定会跟相对没有那么强好胜心的女性产生大量的摩擦。如果一个男生王者荣耀特别强，但他愿意陪你打娱乐局，克制他的好胜心，其实对于女生来说 so sweet 的一种感觉。对，就咱俩掰手腕，你不是老让着我？对，这个时候收起那种男性本来的想法是非常提好感的，而女生呢，就是可以通过像刚才说的小动物吉娃娃这个时候，如果一个男生对于弱者的鄙视、嘲讽的语气，那在日后生活里边，他一定不能对你是一个平等的交流。我口渴。还有一个很好的测试方法，就是问属于你性别特质的那些电影，看他的想法，男女都可以用。比如说女生可以问一些对于女性歌手、女性脱口秀，看他的看法；男生也可以拿出一些特别硬核、爽快、蹦蹦蹦的东西，看看女生的反应。如果他的想法就这么简单，蹦蹦蹦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再考虑一下。你对于身边所有事情的态度就是你的参考。像我就喜欢陪我一起看《甄嬛传》和《摩登家庭》的给给，我就喜欢陪我一起看《假面骑士奥特曼》的妹妹。Best match 我们做到了。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测试，不需要条条都中。能中一个是一个，慢慢就能构建出2个人心中的那个形象。那过了第1个阶段呢，这样一定会让你们进入到暧昧。就是最美。
没有那个阶段。我认为在这个阶段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并不是一定要测试对方对你的看法，因为你们并没有很熟，对方做不到位做得到位都是一个概率性事件。对，而你应该关注的是他对周边所有人的对待方式。如果他对服务人员都没有礼貌，都没有耐心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你要跑的小信号。那如果是对陌生人能够伸出援手，那就是一个加分的选项，大加分。我是吗？你是？咱们小区哪个大爷大妈没被你帮着提过东西啊？我还真有个。对呀，其实对于男生来说，也不是一定要这个过程中就要制造惊喜了。不管是暧昧期还是日后的感情或者婚姻，它都是一个长长久久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什么？舒服二字。之前视频里有说，我们两个经常去咖啡馆加班，都在咖啡馆里边就是拿电脑互陪对方写 PPT。阻碍恋爱最大的问题不就是社畜的工作吗？一边聊天一边把工作搞完，双赢。处理完再有时间，我们再可以去吃吃喝喝，看个电影。觉得这招能脱单的哈，可以给个1键3连。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暧昧就逐渐升温。暧昧晚期需要捅破窗户纸的时候，很多人会选错方式。对卡在这一步的朋友啊，来个弹幕让我看一下。之前在公众号里看到一个调查，所有告白成功具有的特质里边，最高的几乎98%是已经有好感了，水到渠成。水到渠成。里边最不重要的3项，有许多见证人，排场大且浪漫，和礼物价格不菲。这3样我都遇到过。这个就像刚才说那个进入到男性的那种性别误区里边，够强够面感动他，但其实是自我感动。排场大且浪漫。在我大学期间有一个朋友，那个男生啊跟他暧昧了一阵子，就在学校操场用那个小蜡烛摆了一圈那个心，然后中间再一圈圆，让这个女生站到中间去。这是施法吗？他还叫了我们几个人过去，大家一起见证，还跪下，花那花到晚上都蔫了。然后那个女生就非常困惑，不想同意啊，那么多人看着，还点着那么多蜡烛，我到底要怎么拒绝才能拒绝到这种人呢？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但快点脱离这一切。对，而那个时候同意和拒绝这2种情况下，同意是最快脱离这一切的一个选项。头发粘了口香糖一样，你能把这咔剪掉。而这位大头男士，他在我的这个暧昧期最让我喜欢的那个点就是他很克制，非常的克制，克制的让我感觉我们2个的关系很舒服。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熟，还没有熟到那个份儿上，所以很多话你又不能那么讲。但是暧昧期呢，因为暧昧，因为有多巴胺，又想去保持现在这种愉悦的感觉，就蛮难的。我那个时候其实小荣他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对我有信任之后，是很爱分享生活的。我就装傻，我都不知道。你就说他说的越多，我越了解他，反将他一军啊？是吗？你小心思挺多呀。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展示自己，迈出交流这一步和克制是不矛盾的。对，克制的是你那些本能的冲动，我就是想快点进一步，早点得到你。对，不要，而是让大家舒服的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这大家都赚啊，对吧？像分享生活呢，很多人就直白的发自己吃了什么，做了什么事儿，像流水账一样的。我们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啊，有一个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要让大家有兴趣，不能上来说的是你的动机，而是要展示你的成果。真正做成了某一件事情，再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好奇，哎，你是怎么做成这个事情的？先分享成果，然后吊起对方的兴趣。比如说同样是开会很紧张，我刚才面对50个人讲了一个 PPT， 大家给我鼓掌了。你在一开始说我待会儿要去讲一个 PPT， 要面对50个人，加油啊，别紧张。这就是技巧。大家都喜欢做事很踏实的人，更喜欢在踏实做事中会获得小成果的人，就是有热爱的事情，并且会为之付出行动。对，我每天都能看到他做成了一件又一件再一件的小事，就会觉得生活很有奔头，很积极。经常有一些小的成果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就是有脱单潜力的人。是不是你啊？前面那些你都做到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制造一些见面的机会，然后找机会拉手啊，朋友们。到这一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完成任务了。目的性不能太强，这是一点一滴的事儿。是当时在万达看电影的时候，有点冷，我这时候让他不冷，他应该对我好感度就会。我就赌一把万达到底有没有毯子，然后中间我就借口上厕所，万一没拿到回来也不至于丢脸嘛。到了外边，我问工作人员，哎，请问有没有那个毯子？头有点冷，还真就有。你是不是得感谢万达？因为搬家太远了，再也没去过万达。有一种惊喜感，冻得我都不行。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他又不是很熟，我又没有办法直接说，所以就是非常的加了800分吧。那一次啊，完成了我们第一次偷偷牵手，就在毯子下面。
但其实呢，那次机会我可能付出了10次行动，中了1次。之前其实我会评估，如果不好的话，手就收回来，反而能增加你对我的好感。你之前已经尝试过那么多次拉我手了吗？我是那种能把握一击即中的时候，我才会下手的那种人，因为我觉得你是那种比较烈的女性。如果失败的话，后果会很惨重，所以我是一定感觉气氛到了，我才会下手。So he's an idiot. 拉到手了，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你就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接吻教程和调情教程了。Yes， 你早日用到啊，不要只是放在收藏夹里面吃灰。但是肯定还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打算做成一个系列，有任何问题就在评论里边详细的写出来，素材够了就出下一期。我就不信这个系列没有人跟我还愿，因为看了我们之前的视频，还有这一期视频脱单的呢，我希望就是一键3连吧，也就不多啊，要求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会很开心，接不接？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是东南亚，我是女标转名字，我们下期再见，ciao。 Like Kim in the face, like Rihanna.